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你知道榴莲是怎么来的吗？传说当年郑和下西洋，路经新加坡，在一棵树下大便，最后那棵树结出了榴莲。好痛啊！不过其实还好啦，这个手被扎得酥酥麻麻的，还蛮舒服的。你看这个榴莲啊，我昨天刚刚买的，差不多跟我头一样大小。不过这个房间被它搞得好臭啊！ Monster Kill。昨天一整晚都没办法睡觉，这个味道真的是太大了，真的臭死了。这么臭的东西，打死我都不会吃的。真香，真香。来带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。好，那这粒榴莲呢，差不多是2.5公斤，花了44块钱新币，人民币差不多220块，还算是蛮实惠的啊。打开之后呢，没有什么臭味，如果有的话，那要么就是坏了，要么就是太香了。榴莲呢是一个大补品。女的吃了美容养颜，男的吃了壮阳补肾，但千万不要吃太多哦，小心会流鼻血。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吃马来西亚的榴莲，尤其是这粒猫山王，色泽饱满金黄。其实它的味道有点像烧麦，然后有点黄梨的那种甜味。你看一粒榴莲到底好不好呢？首先呢是要先闻它的颜色，闻它的颜色。榴莲好不好呢？一定要用手指轻轻的摸一下，柔柔软软的感觉很饱满就对了。如果太硬或太软就不好了。那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很喜欢吃榴莲，其中还有一个建筑物以榴莲的造型来建造的，非常有意思，叫 Esplanade 榴莲球。那我现在就开始试吃哦。真香啊，美味。那榴莲除了可以吃，还能干什么呢？好的，那我们需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都给掏空。哇，这么硬！哇，我发现这个东西砍完之后，一刀切下去特别舒爽，舒爽。不过小朋友在家千万不要试着模仿哦。我们完成3片，把它拿去外面暴晒个几天，再回来制作我们的榴莲帽子。我们暴晒了1天之后，已经蛮干爽的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只需要用这个万能胶，我们用这个万能胶把它给粘起来就可以了。让我们试一下哈。我们把这几边都滴一点点。好的，我们的这个头盔差不多就粘完了。由于这个榴莲被晒之后形状有点走样，所以它有点难愈合，很难把它粘回去原来的样子。不过差不多就可以了哈。哒哒，还可以哈。叮叮叮，大功告成。我们试戴一下。好像是头太大了，把这个给撑开了。哎，为什么这是绿色的？